政府借你8%，利率1点多，还你40年。前5年你可以只交利息，这是台湾史上对年轻人最慷慨的一次房贷。2年内12万个家庭签了约。今天我们算一笔账，这到底是扶你上车，还是推你上车？先把这个政策讲清楚。2023年8月，新青安上路，它不是全新的东西，是把旧方案加了油。贷款上限从800万拉到1000万，还款年限从30年延到40年，宽限期从3年变成5年，利率补贴，公股银行吸半码，政府补1码半，合起来2码。补完之后，一段式利率大约 1.77%， 这个数字比很多人的定存加一点点还低。对一个租屋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几乎是不可能拒绝的条件。我先讲它好的地方，并且是真的好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质疑它，但我不想从头骗你。这个政策确确实实把年轻人拉进了场。过去买房是40-50岁的人的事，新青安之后，主角换人了。数字会说话。财政部自己的统计，纯新青安到2025年7月底，核贷12万9千户，金额9994亿，平均每一户借了大约772万。关键在这里，把新旧制加起来，47万户里未满40岁的占了大约70%。这不是小修小补，这是把整整一个世代成批的送进了房市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成功了，并且他帮你省的利息是真金白银。借1000万，补贴那半个百分点，光是头几年，一年就少交好几万。5年宽限期，不用还本金，每个月的压力又轻了一大截。对薪水卡在3-4万的年轻人，这口气喘得非常真实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很多人是含着泪签约的。到这里，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。政府出手，年轻人圆梦，皆大欢喜。如果影片在这里结束，它会是一支政策宣传片。但我们做的不是宣传片，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：那代价呢？你省了利息，但同一时间，房价在做什么？我把3个房价指数摆出来，从新青安上路那年到隔年年底，内政部的官方住宅价格指数从136涨到151，信义房价指数一年涨了大约1成，国泰的指数更凶，涨了1.7%。你听清楚，1.7%。政府帮你把利率压低了半个百分点，房价却在1年里涨了10倍于此的幅度。你省下的那口气，早就被房价涨回去了。光看指数太抽象，我们看实际背的债。联征中心的资料透过台湾房屋整理出来，2023年第一季，房贷族平均借906万，到2026年第一季变成1086万，3年每个人多备了180万，房子的建估价值多了280万。你以为多借的钱换到更大的家？没有，同样这批人买到的坪数反而缩水了1.5坪，钱借更多，房子买更小，这就是代价。还有一件事藏在40年这3个字里，30年变40年，月付看起来变轻了，但你算过总共要缴多少利息吗？年限拉长10年，一辈子付的利息多了一大截。一个30岁签约的人要还到70岁。你不是买了一间房，你是用你整个工作生涯去换一个屋檐。那市场呢？政策有没有催出买气？有，并且催得非常猛。新青安上路的那半年，房市明显回温。2023年下半年，交易量比上半年多了2成。到2024年，6都的买卖移转冲到27万栋，是10年来最高。政策点火，人潮涌入，这是高峰。然后你要记住高峰，因为接下来是断崖。2025年6都交易量掉到20万栋，年减将近2.5%，这是8年新低，也是史上最大的单年跌幅。1年之内，
从10年最热变成8年最冷。为什么会这样激动？2件事同时发生。第一，央行的信用管制一波一波下来；第二，银行的房贷额度撞到了天花板。2024年下半年出现了限贷令风波，很多人签了约却排队等不到拨款，连自住的首购族都被卡在门外。货是政府点的，水也是政府放的，而站在中间刚签下40年合约的那个人最尴尬。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场那个问题了。一个政策能在1年内把成交量拱到10年最高，它一定推升了需求，需求上去，价格上去。那些在最热的时候用最宽松的条件进场的年轻人，买在了什么位置？买在了这一轮的最高点附近。我不想用接盘这2个字吓你，但我得诚实，房市有一个残酷的逻辑，当政府用补贴把原本买不起的人推进场，这些人接手的是谁手上的房子？是上一手获利了结的人。年轻人用40年的债把前一个周期的涨幅一次付清，如果房价继续涨，他赌赢了；如果房价在他进场后停住，甚至回头，那5年宽限期一过，本金一上来，他就是被套住的那一个。这里我要很小心的讲，我没有办法证明房价一定会跌，没有人能。2025年官方指数只是涨涨幅变小，还没真的翻黑，所以接盘到现在还是一个风险，不是一个结局。但风险的意思是，赌赢了是你运气好，赌输了，40年的合约不会因为你年轻就放过你。有一个证据很多人没注意到，就是政府自己正在修改这个政策。新青安的优惠2026年7月底到期，接下来的 2.0 版本改了什么？第一，加排富，个人年收入超过200万不能申请。第二，加房屋总价上限，台北市大概定在3500万。第三，利率补贴改成阶梯式，1年1年往回收。你发现了吗？这3个修改全部指向同一件事，政府在承认原本的版本钱流到了不该流的地方，也把房价垫得太高了。一个政策如果真的只是单纯帮穷人，为什么要事后补一条有钱人不准用？因为原本的设计有钱人也在用，并且用得很顺。排富是在堵漏洞，而漏洞存在的那2年已经流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。现在把两边放上天平，一边是政府给你的低利率长年限5年不还本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甜；另一边是市场拿走的多倍的180万本金，缩水的1.5坪，还有40年不能回头的合约。甜是短期的，涨是长期的，这2个根本不是同一个时间尺度。所以别再质问利率有多低，那个数字漂亮，但它是最不重要的那个。真正该问的是，你进场的那个价格是被谁垫高的？扶你上车的那只手，会不会也是把你推上高点的那只手？下一集我们算另一笔账，如果不买，租一辈子，到底亏不亏？买方的账算完了，该算租的了。这道题不该是这样的。